那我们欢迎是我们的马哥 Hello，大家好。本土天王，天王中的天王啊，红星大奖，那个上对，刚忘记了。哎，我比得要死，你还不讲？快点，特别成就奖哦，特别成就奖哇！恭喜李国华！哇，恭喜谢谢。另外这位也是要恭喜，对不对？啊，你得什么奖？那个给人家讲听说已经还有大概8个月就要结婚了。步入 what？恭喜我们的恭喜庆龄陈庆龄，谢谢8频道新闻记者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庆龄，几岁大家啊好，28， 28，也不小了。哇，20年前就该决定。所以今天我们这一集节目呢，是为庆龄量身打造的。就希望说在庆龄进入婚姻之前，先听一听几位过来人的看法。对，我以为你要说，在他结婚之前要尝试改变他的想法。是，有可能会改变录完了以后，哎，我的戒指就放在这边了。放在前面，放我背也可以。给个特写吧，我们。大啊，不要吧，没有吧？哇，这么小你都答应嫁给他？今天我们前先开讲聊的就是有关于，如果女性来主导一段关系的话，所谓男生要不要听，就是你的另一半的话，会不会导致一个更幸福美满的对，关系？我是觉得，如果是你问这个问题，我只能个答案是完了，大回去了。怎么说呢？因为不管任何的决定，一个人的决定他不一定是对的。但如果说能够有商量的话，大家有多方面的一个角度去探讨一件事情的话，那最后大家总结的一个答案，可以最接近完美去解决它。OK，那如果单方面的，哎，你听我的 ，OK， 不会错的，你听我的，不会错的。然后到最后，就算他错了，他也不会承认他错。我都跟你讲这，是你自己做不好的。那个让字蛮有趣的，让这个字是就是在互动的过程里面，先生的出发点是我怎么样迎合，我怎么样配合我太太的这个需要，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满足他情感的需要。我觉得这个情绪上的满足，而不是说今天让太太决定所有的东西。国王大哥，哎说结婚多久了？然后这样一个过程是 OK， 在录影的这个月就刚好我25年，就25年。不然你看哈，真的是不懂是我笨还是怎么样，都一直没有变心，25年呢。应该是太太把你照顾得好，呵护得好。所以每天晚上我睡觉，我都在噩梦。哎，怎么说？我都觉得有一把刀在这边。没有了。哎，我的刀在这里。不是拍拖多久决定进入？我们拍拖大概是3年多4年吧，但是我们认识以后，也就是1年以后才决定在一起的。哎，我也差不多3年才跟我太太结婚，认识3年，差不多就刚刚好。是半生熟的时候了，全熟就可能没有会在一起，半生熟对。如果你拍拖了3年，关系会冷掉，那以后结婚了3年，是不是也会冷掉呢？就是真正能够帮助我们有一个比较正确的去考量，是不是适合进入婚姻，是我们彼此之间那个关系的互动，我们关系之间的那个数字。我们在一起时间，我们对婚姻的价值观，我们对婚姻的理念是不是一致？这些东西远远超过于我们是不是在一起的时间太久了，甚至太短了。结婚前呢，因为2个人的相处方式，间中也有说，哎，谁在谁家过夜，大家都会表现自己最优秀的一面。可是结了婚之后，哎，合约也签了，对不对？大家都谈好了。然后可能在生活上也就慢慢，因为毕竟人在生活习惯就是融合在一起的时候，一些真面目都会出来。大嫂有什么真面目？他倒没有，是我，因为当然你知道，男生是真的很不要脸的，然后婚前一定是把最好的一面包装给你看，婚后就原形毕露嘛。那原形毕露之后，哎，他没办法了，他一定要接受。但不一定男生啊，有时候女生也是这样子啊。其实都是互相的，当然每个人没有完美的，对不对？There's no perfect in this world， 对不对 ？Even a pencil have an eraser。哇！所以你要包容他，他也要包容你，只有包容才可以走到的这个路会比较长远。是，但是所谓的包容，就是说你可以接受。如果不可以的话，大家可以拿出来讲，因为有些时候包容也是有一个底线。如果说这个底线一过了之后，那没有的包就是爆发。
所以国王大哥的这个理念应该就是双方都要对有做出那个贡献对沟通。没有，而且不能够说谁是主谁是内，对不对？啊就是说，哎有人主内，有人主外是不可以的。对，是不可以的。现在你看啊，很多的丈夫都会抱小孩、推小孩去 supermarket 买东西，那太太就去 shopping mall 做指甲、做头发，这个没有错，但是偶尔太太也要做回一样的事情，对，让老公在家里打游戏机，我觉得就 balance。但是有一句话说 “Happy wife, happy life”，有啊庆龄有啊有啊对于这句话有什么看法？我觉得，现在的大家的这个相处方式，就很像国皇大哥讲的一样，就是大家都有负责的一个部分。那比如说现在哈，我现在是要筹备可能明年出的这样的一个婚礼，是然后包括现在也刚刚买了房子，什么什么，有一大堆事情要去这样解决。好赚啊，报新闻。哇，28岁买房子，你没有问他另外一半，另另外一半。哦，OK， 明白，不要，好，富二代。大家没有啦，大家我也希望是啊，但是很可惜没有呀。所以大家现在就是分工合作的一个阶段。那如果两个人同时去做同一件事情的话，我觉得可能就会出现摩擦。所以呢，我跟他的那个强项刚好也不一样。他比较擅长数字方面或者财务方面的管理。完了，以后你花钱会很辛苦。OK， 来继续。那但是如果他听我的，他就把钱拿给我，很难的，来。那他就负责这个财务的部分，可能以后我们的一些预算、不同的生活方面的开销预算等等，可能就让他来决定，因为我对数字是完全没有概念的。我能付出的部分，可能就是在设计啦、策划婚礼啦、活动的策划啦等等。那国王大哥呢？对于 Happy Wife, Happy Life， 搞定老婆，天下太平是怎样的看法？其实老实讲，even 老公不 happy 的话，全家人可能也不 happy 啊。所以老婆我们尽量让她不是说开心，让她觉得有安全感，然后舒服。一个家最开心的是全部人都开心，对不对？虽然说老婆开心，全家人就开心，可是她是真的开心吗？她不是开心，她是担心的。因为我担心，如果不让老婆开心的话，我就完了。举个例子，比如假设我跟庆龄我们是很好的合作关系，我说，亲爱的，今天我们要去哪里吃？你准备好吗？亲爱的，不可以哦。对，可是对于我们来说没有那个意思。明知道你的另外一半不喜欢，没错不喜欢看到这个东西，你还用它，我们就不要用这个字。对。可是，在我们这个在我们这个圈子，可对是他不在你们的圈子，而且这个女的可能是每天都一起跟你上班，就是完全下班清清白白的。对，就你很清白的，他说，哎，亲爱的，你到家了吗？其实你出示一个关心，对这个我明白。对可是对一个女生的角度来讲说，你从来没有问她，亲爱的，你安全到家了吗？对她来讲，你从来没有这样问我。而且然后就算是你真的有这样问她，你是不是对每个人都一样？对那就是我不特别了。是啊。哇，国王大哥，今天我真的对你，我觉得我们是同一战线。不管是什么原因第一个，当太太已经表达说这个不是我舒服的，那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会影响到夫妻之间的那个亲密感，会影响到夫妻之间的那个信任，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呢，就必须真的去谈我们的界限是什么，那个界限要很清楚，然后一定要以太太的或者是先生。不管是太太先生的那个感受为前提去处理这个东西。你想一下，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到你老婆的手机也有说，哎，宝贝我先下班了。你下班就下班，为什么你要叫你的老板宝贝？搞不好他老板的名字真的叫宝贝，但是你还是会不开心啊。宝先生，你是不是要开始换酒？要不要找红酒给你？没有，这个是真的，这是真的。OK，换位思考，换位思考。对，一样的嘛，就是说，哎呀，我跟他同事一样吗？我跟他这样拍拍大街，你没事吗？那有一天看到你太太跟一个男的怎么样？你下班了，你可以接受吗？是一样的道理。我要去。所以你这个是自寻短见，自寻死路，你还要自己去删除。所以庆龄，你会觉得说你在你的关系当中是采取一个比较主导性的一个地位吗？很多事情都是你说了算吗？还是你会给予很多的？我是想说，我并没有不是那个唯一的主导的那个人啦。我觉得我们就像刚才讲的，就是我们之间有很好的默契，就是他的长处
是我的短处，我的长处是他的短处，那我们是一个互补的存在，这样子才会让我觉得说，在这一段感情当中，我们比较有 balance， 有平衡。这个是第几段了？这个一只手数不过来了。OK， 继续。大概一只手啦，大概吧。也蛮多哎。没有啦，还好吧，还好。我是一个比较需要被照顾的人，因为我是一个独生女，然后在家里我就会觉得说我必须要承担起照顾父母的这个责任。跟朋友在一起，我也是一个比较姐姐型的人格，所以回归到个人的感情或者说爱情这一块，我希望我不是一直是那个照顾别人的人，我也希望被别人来照顾。我觉得国煌大哥的很多的一些想法，可能就契合了我之前对于婚姻的一些想象。就比如说各司各职这样子，就是这个就是要做一些分配，然后这些很多的一些事情，可能要在进入婚姻之前就要谈好，不然进入婚姻再去做一些磨合，发现太迟的时候，就可能有一点晚了。我很想问国煌大哥，就是因为你很忙嘛，你一定在外面有很多的工作，是，然后而且你在媒体面前的曝光率很高，当然嫂子就一定是那个，在很多人看来哈，对，嫂子是为你背后的女人，背后的女人，对，你又说要平衡，是要互相照顾，那你的意思是说你每天白天工作完，晚上回家还要去处理那些家务事，甚至一根毛也要捡起来。OK， 家务事倒不用，因为家里有帮佣嘛。但是我坚持就是每天早上会送小孩去读书。然后就是可能做了电台之后，公司没事的话，去公司开个会，我马上回家，然后就可能会跟太太一起去接孩子，吃午餐，然后就补习之类的。然后晚上如果说还有其他工作了，就在晚餐之前，所有小孩在家，我就会尽量在那个时候在家冲凉换衣服，然后去工作。大哥，我想问你，30多岁的时候也是这样吗？我跟你讲，这人的一生之中，你真正想到来你在家的时间其实是不多的。就是那如果你再把家里的时间拿去拼你的事业的话，那可能你这一生中活到80岁，你算到来你只有1年的时间在家里。我们拍完之后，我们在那边聊，他就说，当有了稳固的家庭，尤其有了孩子之后，他看到很多工作事业中犯错的案例，他也提醒自己说不要让自己走到那一步。所以那一部分还让我蛮感触的，因为责任感会让你变得克制、节制，以及抛弃一些曾经你非常钟爱的东西。那在就是教育小孩这方面，你觉得说是你或者是嫂子会比较采取？当然我太太她会教的比较多，都会教的比较多。那我太太也会跟我讲，今天你儿子怎么样，今天你女儿怎么样。像我儿子有一次就是看到有位老太太晕倒，他马上从车上拿一个雨伞，在太阳底下就遮住她，然后一直到救伤车来。讲真的，我太太跟我讲，我都差一点哭了，因为对一个小6的一个男孩子能做这样的一个举动，那我就觉得说，我很安慰，我很安慰。但是在培养他们的价值观方面，你们有没有一些可能很简单的？对啊，OK， 读书我交给他，我交给我太太，读书要读哪里，我交给你。所以这个主导权是给他的。对，因为第一，我真的是没有读书，他们随便考，拿个50分，分数都比我高，但是你去处理。但是我教书他一句话，就是学习态度。学习态度要对，你学习态度对，你的分数不会低的。是的，在婚前之前呢，就要好好的了解彼此的价值观是什么东西，然后在这个价值观呢，你们是不是一致的，然后还是你不同的？所以在不同的方面呢，你们是不是有没有办法有一些共识然后才决定这个是不是一个很好的配搭很好的互补，然后你们才进入婚姻。理想上是这样子。有些事情，女人是要你做决定，然后她给你机会做决定，你又不做决定，到最后她讲，哎呀，我问你也是白问的。对，我觉得一些小事，像要吃什么啦，去哪里吃什么东西啦，出国要去什么，那些我都觉得说，我基本上我都让他决定。我之前就有跟我男朋友有一些争执，因为我们很爱出国旅游。一开始的时候，我就是那种必须要把策划，我要把所有的这个行程都排满满那个从这里过去到另外一个点那个距离是怎么样，时间几点要吃什么，我就很喜欢把它弄得美美，我这样子才安心。然后我的男朋友就跟着我一起去的时候呢，他就是那种就听你的就好了。但是
去了1次2次都是我主导的时候，累了，我就气了，累了，因为我好累哦。因为男生就觉得说，哎呀，给他去做，他喜欢嘛，对啊他，擅长。对他也是尊重我，让我去做。把他路上有 complain 吗？把他路上有 complain 吗？他路上没有 complain，可是他就公公这样子，就跟着我一起走。哦可是我提出来了以后，他接下来就有就是变成他去主导他，然后他去他做策计划对，然后这时候我就发现，他的计划有时候这个点到下一个点很远，然后再从另外一个点回来到中间这个位置。但是这时候我就会想说，之前是我让他去做策划，他是为了我高兴，他去 plan 了这些，那我就忍着，我就说。好棒棒哦！你适合 sign on 呢，是你还会去看说距离要多远，怎么走什么的。我觉得规划这方面很好，但是就是你说的，如果你让他去策划的话，那你不要反过来，你可能可以就很温柔的说，baby， 你这段可能我们要这样子比较顺一点，然后也要给他很多鼓励，就说真好，我这次可以 relax， 谢谢你啊什么。我觉得女生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给男生很多的赞扬跟鼓励，然后好像一根毛掉在地上，女生不要去，你为什么那个毛掉在地上，你没有捡起来，而是要返回来讲说，今天好像打扫的比较干净哦，那要继续加油哦，然后你这时候就会。要这个地方干净，而不是觉得说你掉了那一根毛，你错了这样。这个庆龄我得这个，我觉得你还是就是短了。短了啊，你试一试，他100次掉毛在那里，你还跟他说好棒棒哦，今天只掉了3个。对对对，同一个错误犯很多次的时候，你就很难再用鼓励的方式。很自然的，很自然的，因为你一直讲，他一直犯，对，你一犯完，他又在犯，对，你一定会很烦躁。那这样子会不会变成一种情况，就是你一直忍着，我跟你讲，没有，一定要包容，这个是属于包容跟忍是不一样的，这是2回事。包容跟忍是不一样的，忍是 OK， 不要紧，我忍你，对，我忍你，有点怨，包容就是说 OK， 可能就是一个先生他上厕所，原来他上厕所不抽水的，怎么样啊？老公你要这样，然后死都不会 OK， 不要紧，我帮你了，我包容，对不对？我包容啊，我就跟你按，我就跟你按，我就跟你按，或者买一个自动冲水的，要不然就是以后你不要在这边跟我上厕所，你去楼下的or whatever，就是大家找一个解决方法去包容其中一个人的坏习惯，但是忍的话就是你不能够忍受，比如说你不能够忍受你太太或者是你老公在家里抽烟，你不能够忍受。那你一直忍了，要忍到什么时候？要忍到整间屋子烧掉了，你才说哦。可是我觉得忍跟包容真的就是一线之差。不行的，这个是。我个人觉得说每对情侣他们的关系都要自己去磨合，做一些调整。每个人的关系都不一样，他们的互动的方式都不一样，需要经历的也不一样。现在可能在交往的期间，就是有什么就可以说什么，但是未来的路还有很长，所以如果进入到一个婚姻，然后要不断的去包容另外一个人的缺点，这个也是我应该需要上的一堂课吧。包容是我知道你的看法、你的想法、你的背景、你的做事方式跟我是不一样的，我可以包容你这个不一样，而不去尝试改变你。忍耐就是我忍你，我忍到你我不能忍为止，你这个行为不改，那我就不爱你了。所以它2个是不同性质的，包容里面一定有忍耐，忍耐里面不一定有包容。之前我们提到说 happy wife happy life，对，我觉得讨论完之后更重要的，我觉得应该是happy spouse happy house， 就是双方都很重要，只要开心，整个家庭，然后到最后你就是可以一起坐下来玩 happy family。这个 happy family 透露，你知道什么是 happy family 吗？我好像不知道你们是代沟吗？我就知道，90后的不知道什么是 happy family， 大哥。其实我跟你一样，我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什么是 happy family？ 一个男女结了婚生活在一起是一个很大的学问，而且是要边学以致用。这个你没有办法去上课的，要学以致用。然后到最后讲真的还是那个字，包容。
包容，把他的优点放大，把缺点放小，这样才能够幸福美满。然后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然就是2只眼睛都关起来。那不行，那不行，那不行，那你家里会有很多，你一睁开眼睛，你会看到很多肮脏的东西。包容是2只眼睛都睁开，但是我可以接受你的，跟我预想的不一样。但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闭着的眼睛就是在忍了。睁开我的双眼看一看，好不好？好。谢谢大家，谢谢你们今天跟跟3位哥哥就是取经。是，是3位哥哥，不是2位哥哥，一个昂哥。我们继续锁定关注前线开讲，还有庆龄的婚礼。是的，谢谢，谢谢，恭喜恭喜，谢谢主持人，谢谢，幸福美满啊！谢谢幸福美满。也欢迎你们继续在我们的节目下面留言、转发，留下你的评论。是要收看更多的前线开讲内容的话，可以上我们的 YouTube 还有巴士界的平台。我们前线开讲，下期见，拜拜。我想说的就是说，接下来可能就是要勇敢一点，然后可能要为另外一半更多的着想，不能只是以自己为中心。然后我也很期待接下来，开启这个新的一个角色了以后，能够有更多新的一些体验，这一点是我期待的。结了婚之后，两公婆两夫妇生活在一起的时候，都要抱着一颗感恩的心，因为2个人能够在一起，一定是不容易的，一定是大家想清楚了才会在一起，而且接下来呢，真的是一条不是很难走的路，因为你会有不同的 obstacle， 有小孩跟没有小孩都有不同的 obstacle 在这个婚姻的路上，所以真的包容，而且你一定要抱着一种学习的态度把它走完。